林家人的一张亲子鉴定报告让我成了鸠占鹊巢的假千金，他们找回了亲生女儿，却不肯帮我找亲生父母，甚至都不准我离开林家。一夜之间，我从高高在上的林家大小姐变成了人人欺辱的小可怜，成了他们亲生女儿随意发泄的一个玩具。如今，他们还想要自己的这颗心脏。林小姐，你怀孕的话，不建议做心脏移植手术。我捏着手中的检查单，写满了错愕。医生这一句话，2个惊雷，炸得我好半晌都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心脏移植？等等，我怀孕了。之前你爸妈不是带你来做过配型吗？你和你姐姐配型成功，可以进行心脏移植，只是你现在……听完医生的话，我精神恍惚地走出诊室，我嘴角扯着一抹讥讽中夹杂着苦涩的笑。对付一群神经病的最好办法，就是比他们还要疯。只见我从黑名单里找到一个号码，拨打了出去。温先生，我怀孕了。电话对面的男人似是没反应过来，惊声道：什么？孩子是你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鉴定。正在开会的温叶忽然想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事后他不仅留下了名片表示会负责，还找到了林月所在的大学以及他的联系方式。只是林月像是压根不想提及那晚发生的事情，一直对他避而不见。没想到再次接到林月的电话，竟然会是这样。地址发来，我去接你。挂断电话后，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备注，我强压着心底的怒火，按了接听。你知不知道羞耻？怎么那么不知检点？说孩子是谁的？呵，这么快就知道我怀孕的消息了吗？也对，他们心心念念的要给宝贝闺女配型成功，自然会时时刻刻关注着我。配型成功后，因我怀孕而无法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自然是要报怒的。不等我回答，林母便掐着嗓音，装作温声细语的和我说道：林月啊，一时做错事没关系的，你现在还小，咱们把孩子打了，以后别再做傻事了。每次都是这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等到我真的应下后，他们就会立马变成面目可憎的模样，狠狠地折磨我。这些年来不都是如此吗？想到此，我话锋一转，故意试探道：可是我刚刚咨询过医生，林娇娇的病情并没有恶化，完全可以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进行手术。而且医生说我不宜受孕，这个孩子要是没了，我以后可能就再也不能怀孕了。我话音未落，林母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瞬间炸毛，哪还有刚刚装出来的温柔，立马冲我歇斯底里的喊道：你没的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你姐姐却要受几个月的折磨，不能生就不能生，就你这样的贱种，还想当妈呢？我呸！我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要你的心而已，又没要你的命。你要是敢不听话，就给我滚出林家！哦，那还真是求之不得啊！说完，我便反手将电话挂断，把备注着爸妈的手机号拉进黑名单。从林娇娇回来的那一天开始，你们不就一直处心积虑的想着怎么算计我这条命吗？在荣城，林家有钱有权，曾经的我无法抗衡，如今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最好的帮手。刚离开医院，我便在大门口遇到了温叶。见此，我赶紧将检查单递了过去。温叶接过检查单看了几秒，不知在想些什么，清冷的嗓音响起：上车。上车后，我下意识地朝车门的位置靠了靠，想尽可能地离他远一点。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留下这个孩子。我偷偷用余光去看身侧的男人，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来缓和一下这压抑的气氛，谁知竟然意外瞥见窗外林家夫妇怒气冲冲地走出来，吓得我整个人毫无预兆地趴在了温叶的身上。面色冷峻的男人，耳朵爬上的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如果我再被林家抓回去给林娇娇治病，他们肯定会不管不顾地打掉我肚子里的孩子，让我给林娇娇进行心脏移植。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可一旦我没了利用价值，就林娇娇那个病态狠戾的性子，只怕会让我死在手术台上。想到此，我吓得连声催促：快走快走！直到车开出去很远，我这才慢慢地从温叶的怀中探出小脑袋，一抬眸对上男人那双狠戾道好似能杀人般的眼睛，吓得我险些从座椅上滑下去。我们谈谈吧。什么？温先生，不管怎样，孩子都是无辜的。我知道温家可能无法接受他的存在，我可以带着孩子离开，永远都不会再回荣城的。还是躲不过吗？哪怕是躲开了林家，这个孩子也留不住吗？我温叶的孩子自然是要留的，只是……他话锋一转，醇厚优越的嗓音依旧冰冷，甚至连带着眼底深处都逐渐升腾起一抹冷然。你想要干什么？妹妹设计让我与流浪汉一起炒饭，可那流浪汉却摇身一变成了温家独子。之前你那般决绝地躲着我，如今会因为孩子来向我服软。说吧，你想要什么？我要钱，我要离开林家，我要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地长大。如果可以，我还想狠狠地报复林家。可以，不管因为什么，有条件才有的谈。随后，温叶便带着林月来到了温氏的私人医院做产检。等待验血结果时，林月的手机再次响起，看到是陌生来电，他还以为是快递或是学校那边有什么事情。喂，你他妈的死哪去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把孩子打掉！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留，你得赶紧给娇娇做手术，否则信不信我打死你！林天海的这番话一字不落的都进了温叶的耳中。林月手忙脚乱的将电话挂断，抬眸看向男人时，眼底满是歉意。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温叶神色淡然，只是那目光冷冽，看向他时，眉宇间似是都浸着寒意。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轮到他做主了？林月小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儿的点头，完全不敢跟眼前这个大佬争辩，生怕他一个眼神就能要了自己的小命。他是谁？林氏老总，林天海。原来你就是林家那个小可怜啊！林月直接呆愣在原地，好半晌都没回过神来。他知道，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所有的检查，医院都安排了加急，
在两人说话间，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暂时未见胎心，不过也是因为时间太短，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下周再做个检查看看。医生刚说完，林月就收到了一条微信语音，拿出来看了一眼，发现是林娇娇发来的。原本想让你身败名裂，没想到你这肚子这么争气，直接怀了流浪汉的孽种啊！没想到我温叶竟然有朝一日也会被认为成流浪汉。见此，林月又惊又怕，下意识地收起来手机。你才不是流浪汉呢，上哪去找那么帅、那么有钱的流浪汉啊？温叶被他这话逗笑，只是一想到刚刚那条信息，他的表情又变得凝重了。看来他在林家的日子比我了解到的还要煎熬。医院马路对面的咖啡厅内，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林月心底只觉得多了几分彷徨。愣神间，他面前突然多了一份合同，试婚合同。我想到过他或许会将自己养在外面，又或者去母留子，甚至是给我一笔钱，让我远走高飞，再也不要回来。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要结婚。看着眼前的这份试婚合同，林月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才确定真的不是在做梦。试婚3年，如女方对婚姻有所不满，3年后可提出离婚。这跟我看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言情小说套路也不太一样啊，人家不都是1年吗？1年后生下孩子就要开始赶人了。我需要一个足够乖巧听话，能让家人满意的妻子，而你需要我的庇护，我们各取所需。这说话做事果然是一副商人谈生意的口吻啊。一想到那些传闻，林月便觉得眼前的男人愈发可怕起来。林月继续看下去，只是这份试婚合同对现在的她来说还真是有很多好处。其为奖励她怀孕而给的1000万会转到她名下的一处豪宅加豪车。其2，婚后每月100万的生活费。其3，生育后不管男孩女孩5000万的现金，3处房产，2套商铺，以及各种她说着都觉得绕口的珠宝、公司股份转让。而且3年后即使她要离婚，这些也不需要归还1分钱，甚至还会给予她一定的离婚补偿。就连婚后2人同房这件事情也需要她本人同意。林月看完之后只觉得这份合同有些烫手，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温家少夫人当得起这些？那什么，还没见胎心，万一……没有万一。虽然这份合同对他来说全都是好处，可温叶这副模样着实把林月吓得不轻，签字时手都颤抖得厉害，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签卖身契呢。合同签了，接下来就是要去领证了，需要回林家拿户口本吗？不用。当2人从民政局拿着红本本走出来时，林月都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此时林娇娇迟迟没得到林月的回复，很是恼怒，又连续发了好几条信息。只有我知道那个流浪汉是谁，你乖乖把孩子打掉，把心脏给我，否则我就把事情捅出去。林月，你别敬酒不吃罚酒。当然，你要是愿意生下孩子，我也不介意拿你的孩子去做配型。看到这些信息，林月直接选择了无视，然后拿着红本本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当林娇娇刷到此朋友圈时，整个人都震惊了。这是随便找个男人当接盘侠，他胆子不小啊，这不就等于给我留下了个把柄吗？到时候我就不信他不乖乖听话。一想到自己握着把柄能威胁林月，林娇娇就高兴得有些得意忘形了。领证和谁？你找的接盘侠知道你不知廉耻，饥渴难耐，强行威胁流浪汉，跟人家发生关系吗？林月，其实我的病情也没有那么严重，等你生完孩子也是可以的，只是我偏偏不想让你如愿呢。面对林娇娇发来的语音，林月只是轻蔑地笑了笑。哦，是吗？那你就等着吧。换做之前，她被林家拿捏得死死的，不管从经济还是实力上都无法挣脱开林家的束缚。可现在不一样了，还真要多谢林娇娇设计筹谋的一切，把我送到了温叶的床上，才能让我成为温家少夫人啊。妹妹设计让我与流浪汉一起炒饭，可那流浪汉却摇身一变成了温家独子，而我也因此成为了温家少夫人。此时刚领完证的林月正呆呆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红本本。怎么后悔了？没有，只是觉得很安心。温叶给她的不只是结婚证和那份试婚合同，而是给了她一个家。只见林月扭过头，很郑重其事地对温叶说道：大叔，谢谢你。温叶被这一声大叔给惊到了，似是好半晌才将这个称呼给消化掉。大叔。此时林月这才意识到温叶可能是对这个称呼有所不满，只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喊。那我喊你温先生。随你。需要回家收拾行李吗？他嗓音顿了顿。月月。这么温柔的称呼，从林娇娇回来的那天开始，便再也没有人对林月喊过了。不用，不过我现在还在学校宿舍，如果想搬出去住的话，需要和指导员说一声。车在大学的宿舍楼下停稳，林月要上楼去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温叶则是以家长的身份去找校方沟通一下。折腾一天，林月觉得自己累得半条命都快没了。刚打开宿舍的门，段锦言便对着林月询问道：林月，你回来啦？你不是因为大姨妈推迟去医院了吗？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医生怎么说？我怀孕了。卧槽，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都没听你说起过。林月有些苦涩地扯了扯嘴角。没恋爱，简单的3个字，直接把段大小姐气得浑身炸毛。所以你是被人给欺负了？特么的，谁这么不长眼，竟然敢欺负我姐妹？你怎么不早说啊？荣城这地界上有我罩着你，怕什么？见林月迟迟不开口，段锦言有些焦急，尤其是见林月的脸色有些不好，再联想到这几年林家对她的态度，还有林娇娇那个绿茶白莲花恶心做作的手段，段锦言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他神色紧张地询问道：你该不会是被林娇娇算计了吧？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这确实是事实。林月勉强的点了点头。你呀，段锦言气的在寝室里转了2圈，最后做事就要朝外面冲去。特么的，敢欺负我姐妹，走，弄死他丫的！林月赶紧拦住了他，温声细语的劝了一会儿。那你打算怎么办？你还年轻，难道要做单亲妈妈吗？林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慢吞吞的从身上拿出结婚证。妍妍，我现在有孕在身，你不可以打我哦。看到红彤彤的结婚证时，段锦言真是恨不得抽出他42米的大砍刀弄死林月。气愤不已的他猛然间从林月手中抽过结婚证。你就是年龄小，太好骗了，怀孕而已，又不是非得结婚。再说了，你知道对方是啥人吗？万一他杀人又放火，吃喝嫖赌还家暴，我看你以后怎么办？让我看看这个男人是谁，我保证绝对不打死他。下一秒，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林月。卧槽，荣城第一豪门，温家继承人，传闻中的太子爷温烨。哪怕是攥着林月的结婚证，段锦言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亲自帮林月收拾东西，又将她送到楼下。等看到男人那张精致冷峻的容颜突然出现在眼前后，他才恍惚地觉得这不是梦。温先生好，谢谢段小姐送我家月月下楼，有机会让月月请你来家里做客。传闻中温烨性格很绝乖戾，今日一见才知道，特么的，传闻不可信。段锦言目送温烨的座驾离开，一直到连车尾都看不到后，才慢悠悠地回过神来，立马拿出手机疯狂地给林月发信息。温少夫人，仗斗行凶的日子来了，给我冲，狠狠地干林娇娇他丫的，让他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惹的，最好让温先生带着保镖去林家，给我狠狠地抽他，打得他眼冒金星。段锦言发了很多信息，发泄了好半晌后，林月这才回了句：他不知道我和温先生领证了啊，白瞎了，我刚刚那么激动。带着林月去私房菜馆吃完晚饭，等回到家时，天色已经暗沉下来。折腾了一天，温烨将医生开的保胎药拿了出来，过来吃药。哦。林月乖乖的将药吃完，心间隐约有一丝丝的微颤。算起来，今天也算是我领证的新婚夜。正想得入神，不知道温烨什么时候走至他身侧，拿了房产证、车钥匙还有银行卡。合同里白纸黑字，答应你的。林月开口的声音轻颤，都有些结巴了。都是给我的，我何德何能啊？电视剧里那些母凭子贵的情节，竟然也被我遇到了。一激动，林月说话就开始有些不着调了。温先生放心，我一定按时产检，乖乖养胎。你让我往东，绝不往西。虽然我们已经领证，但我也一定不会阻止你去寻找真爱的。所以9岁的年龄差，真的让我和这个小丫头没有共同话语了吗？领证后再去寻找真爱，一是出轨，二是重婚，既违法也不道德。温少夫人，请不要让你的老公在犯法的边缘来回蹦跶。林月被训斥得有些面红耳赤，但内心却充满了窃喜。跟陌生男人独处一室，这种感觉真的有点危险又暧昧。不过传闻中狠厉的霸总好像也没那么可怕。林月为了逃离这种被肆意殴打的家庭，无奈只能找到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寻求庇护。当林家在学校和家里没找到林月时，才知道已经有人帮她办好了手续，以后不再住校了。林天海的秘书拷贝了一份监控视频发来，视频中司机帮林月将行李放入车里，就是这个男人把她接走的。林娇娇轻轻地瞄了一眼，便一阵惊呼，那浓浓的茶言茶语几乎快要溢出来。这不会的，妹妹她不会的。等看到监控画面里那个中年男人维护林月的模样后，石英轻嗤了一声。一个快40-50多岁的男人，开个豪车就把他给骗了，也不知道林家怎么养出这样眼皮子浅的贱人。我说要把他扔回孤儿院，或者赶出家门，你非说养了这么多年，多少有些感情。要不是他和娇娇配型成功，我非得弄死这个小贱人。要不是他鸠占鹊巢这么多年，我的娇娇怎么会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也不至于重病住院。自从他的娇娇生病之后，石英觉得整个人筋疲力尽，连最后一点耐心都耗尽了。他要出去透口气，不然真的要被林月给活活气死了。他离开后，等到病房内只剩下林天海和林娇娇后，两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这个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骗，石家也算有背景。等他想尽办法把林月绑回来之后，我就能保证让林月死在手术台上。听着林天海这骇人的话，林娇娇脸上都是难掩的兴奋。对，等林月死后，再告诉池英那个贱女人，林月才是她的亲生女儿。一想到那时候的场景，林娇娇就很是激动。爸，你可不能心软啊！放心吧，我和池英不过是商业联姻而已，我真正爱的只有你母亲。从你回来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把林月当成死人了。林娇娇仿佛已经可以看到林月被抽干骨髓、痛苦而死的场景。只见她得意地拿起手机给林月发了信息过去。以为傍上个老男人你就得救了？放心吧，妈妈不会放过你的，她一定会动用池家所有的势力，把你按在手术台上，我一定会让你痛苦煎熬的慢慢等死。清晨，刚从睡梦中睁开眼睛，还有些困意的林月被手机信息的提示音吵醒，点开瞄了一眼。有病就去治，不想治就去死，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教你吗？骂完，林月便直接将林娇娇拉入黑名单。老男人，按照9岁年龄差来看的话，温烨确实算得上豪门老男人了。只是在南城一手遮天的温烨，昨天被骂是流浪汉，今天被骂老男人，不晓得会不会气死啊？林月将手机随意的丢在一旁，翻个身还准备继续睡，门却被安排过来的佣人敲响。
少夫人，少爷已经在楼下等你了。林月猛地将被角掀开，忍不住的打了个冷战，慌乱的赶紧起身穿好衣服，跟着佣人一起下楼。刚走到餐厅，便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盒叶酸和一杯温水。怕你忘记。林月马上将叶酸片吃了，随后张开嘴示意温叶看一下。他这呆萌可爱的模样，惹得温叶实在是没忍住，伸手捏了捏他白嫩的小脸。林月顿时羞得小脸微红，愣愣在原地，眼底含着一抹委屈，看着始作俑者还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更是气呼呼的。但他又不敢发怒。而后温叶直接拿出手机给林月转了20万，这个作为赔罪可以吗？林月激动地摸索出手机，打开看到后立马笑容灿烂。可以，非常可以。大概是太高兴，林月觉得今天的早饭都格外的合胃口。见林月吃得开心，江怡激动的连拍了好几张照片发给老爷太太。夫人，少夫人吃得很开心。吃了早饭半小时后，江怡便陪林月去医院调理。刚准备往医院大厅走去时，路上却被拦住了去路。来人是林天海的远房侄子。还以为你这么有底气的离家出走，能傍上个千亿豪门的大款呢。林云根本不给林月开口的机会，可他看向江怡的表情就带了些许的微妙。这是你未来婆婆呢，还是人家原配带着你来产检？该不会是人家就是花钱买种吧？不管是眼神还是语气，林云对林月根本没有丝毫的尊重，反倒是看向江怡时略微收敛了几分神情。这位夫人，我们是荣城林家的，识相的把这个女人交给我们，否则林家有100种方法让你们在荣城混不下去。哇哦，让荣城首富温家混不下去的人终于出现了。林月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小腹，下意识地躲在了江怡身后。她赶紧给温叶打去了电话。温先生快来呀，有人要让你滚出荣城呢。他话音刚落，便听到江怡冲着眼前几人冷哼了一声。放肆！你们知道我家少爷是什么人吗？什么林家，惹恼了我家少爷，分分钟让你们完蛋。这话并没有震慑到眼前的这些人，反倒是给他们平添了几分笑意。这个女人真有意思，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拍电视剧呢。别听这个老女人废话了，干正事儿要紧。咱们要的是林月的那颗心。听到这，江怡有些迟疑地看向林月，然后凑近她小声询问道：他们是不是进行非法器官贩卖？在江怡略微错愕和复杂的神情中，林月艰难地点了点头。下一秒，只见江怡满脸严肃，拿出手机当着这几个人的面拨打了110。喂，是110吗？这里有人要进行器官贩卖。林家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想要抓林月回去做心脏移植手术。见此，江怡直接掏出手机就拨打了110。是110吗？这里有人要进行器官贩卖。事情发生的太快，林家人根本没有丝毫反应的时间。卧槽，你神经病吧？我们只是听林总的话，过来把林月这个不听话的贱人绑回去而已，怎么还牵扯到器官贩卖了？林云看到他们报警了，吓得拔腿就跑。见状，江怡立马追上去就开始喊叫：来人呐，抓人贩子，抓人贩子！温氏私人医院正在巡逻的保安一听到这话，立马跑了过来。在保安的合围之下，林云一群人便被送进了警察局。江怡条理清晰地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林月也表示，林家确实是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骗着他做了配型，而且她现在已经怀孕，无法进行心脏移植。这些事情一查便知，林娇娇生病的事情，半个荣城都知道，根本瞒不住。恐吓、威胁、意图绑架，还要非法摘除器官，这个林家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在荣城只手遮天，完全不把人命放在眼中？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战法律的权威。当温叶带着温氏集团法务部的首席律师赶到时，便见到林月那红红的眼圈。温先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才是刚领证第2天，我就闹到了这个地方，还连累温叶亲自过来。此时，从洗手间出来的江怡在看到温叶后，立马就像是倒豆子似的，巴拉巴拉个没完。要我说，什么林家少爷你就直接果断出手，分分钟让他们破产。温叶没说话，只是对着林月询问道：打针了吗？没。林月声音落下的瞬间，温叶蓦然抬眸看向法务部的首席律师。交给你了。林天海匆匆忙忙赶到警局时，温叶刚带着林月上车。温叶瞥了眼身侧，看着又一次故意躲藏起来的林月，有些不解地询问道：怎么，你觉得我会怕他？不是，就算是要对付他，也是时候未到。对上温氏的首席律师，林天海带来的人明显不够打的，尤其是在人证、物证、监控视频都在的情况下，林天海的远方侄子以及他带的几个保安纷纷被刑拘判刑，就连林天海也没逃过警告。生病治疗也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请你不要妄图挑战荣城警方。这警告的意味实在是太明显，林天海也只好讪讪地陪着笑脸，一再保证绝不再犯。等出了警局，得到消息及匆匆赶来的迟莹，在见到林天海后的第一件事情，反倒是看向了他身后。那个小贱人呢？听到这，紧随着一起出来的温氏首席律师默默地点开了兜里的录音笔。先回去再说。不明真相的迟莹直接推了林天海一把，很是气愤。你是不是还想要维护他？怎么着？没有血缘关系就想发展点别的关系是不是？我告诉你，他那颗心我要定了。迟莹歇斯底里的怒吼声还没消失在空旷的院内，穿着制服的警员便沉着脸看向了两人，吓得林天海一句话也不敢说，赶紧捂着迟莹的嘴，冲着警员陪笑了好几声。我夫人她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着急上火，有点失心疯。迟莹好歹也是迟家的大小姐，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一向是说一不二，哪里听过这样的话，气得对着林天海便是一通拳打脚踢。两人闹腾着离开后，首席律师才将录音笔关掉。多有趣的笑话！
明天可要让小温总听一听。晚上，温夜似是思考了许久后，拨通了一个电话。再给我查查当年林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总觉得林月的身世应该没那么简单。当温夜处理完事情下楼时，他脚步微顿，看到林月正在和段锦言打电话。此时林月刚挂断电话，一回眸对上他那双寒意逼人的眸子，吓得脚步一个踉跄，差点表演个平地摔跤。温夜不清楚他这是怎么了，还以为是身体不舒服，走过去直接将人打横抱起，然后抱到了沙发上坐下。哪里不舒服啊？林月缓缓摇了摇小脑袋，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还真是有些许的不习惯。温夜察觉到他的紧张和害怕，并没有再多问什么，后退了2步。他这举动反倒是让林月心底长舒了口气，毕竟他也不想跟这个活阎王牵扯太多。不舒服可以通知家庭医生。林月乖巧的点了点头。温夜刚想转身，又觉得自己刚刚对他好像有些紧张过度了，思索片刻，似乎是给自己找了个合理的解释。我是担心你肚子里的孩子。这次林月的小脑袋点得更狠了。我知道，温先生放心，按照试婚合约上的要求，我一定会乖乖的配合，好好照顾自己，争取为温家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听着他这话，温夜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是因为什么。等温夜一走，林月立马长舒了口气，整个人直接软绵绵的瘫软在沙发上。想靠着温家的势力去对付林天海和林娇娇，我还得好好筹谋一番啊。他想要慢慢谋划，林家却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林娇娇在得知找的人并没有将林月绑回来不说，还直接进去了，甚至还连累到了林氏公司，这可把林娇娇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他既然不听话，那我就让他身败名裂。因为要养胎的缘故，这2天林月乖乖的待在家里，哪也不敢去。原本是想约段锦言过来陪陪他，谁知他还没发信息，段锦言的电话就先打了过来。林月，出大事了，你现在可千万别来学校啊！林月，出大事了，你现在可千万别来学校啊！有个女人过来学校闹了，拉着横幅，带着你的照片，非说你勾引了她老公。妍妍，我给你发个位置，你先过来找我。挂断电话后，林月赶紧登录校园内的论坛，果然照片和视频已经传播得沸沸扬扬。林月正看得入神，一旁江怡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罢了，少夫人不用担心，给少爷打个电话，事情就解决了。好的，我明白了。有句话江怡说的很对，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罢了，还真以为闹一闹就真的能占领舆论的高峰。林月默默地掏出手机，直接打了110。饶是林月反应再快，林娇娇这肮脏的手段还是起了点效果，舆论传播得很快。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温夜的电话便打了过来。你在哪？警局。好尴尬，3天内有2天等捞。对面的温夜显然也是没想到这个结果，沉默了片刻，像是好半晌才勉强从后槽牙里挤出的字眼：等着我。挂断电话之后，林月便忐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而身侧的江怡反倒是格外的坦然自若。果然不愧是温家的佣人，这气度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少夫人不用害怕，这件小事，少爷的超能力轻轻松松就解决了。此时刚想说些什么的林月突然有点恶心干呕，她只感觉胸闷气短，喉间难受的紧，就连脸色也逐渐的有些苍白，终于忍不住朝着洗手间跑去。见状，江怡担心的不行，立马拿出手机给温夜发了语音：少爷，少夫人这胎怕是不安稳了，这才几周就开始孕吐了。放下手机，他便急匆匆地追了上去。少夫人，少夫人，你慢点。林月将中午吃下去的东西尽数都吐了个干净，才踉跄着从洗手间走出，没想到迎面便和温夜撞了个满怀。还好吗？林月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个女人突然冲到他面前，做事就抬手要给他一巴掌。还好江怡动作迅速将其挡下，巴掌没落在林月的脸上，她顺势便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开始嚎啕大哭。苍天呐，这是什么世道啊！不要脸的小三勾引我男人啊，还怀孕了，这让我以后可怎么活呀？林月没见过这阵仗，温夜更没见过，似乎隐忍得格外难受。这若是换成荣城的那些豪门家族，他有的是办法对付，可面对这样的泼皮无赖，温夜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默默地从口袋里拿出了红色的结婚证。你说我妻子是小三？见此，林月直接呆愣在了原地。不是，性格阴郁偏执的霸总怎么会随身携带结婚证？此时负责此案的警员赶紧过来解释：温先生，这是个误会，我们已经查清楚，他们是故意聚众闹事。温夜将林月紧紧地护在身后，眉眼间的冷沉并没有消退半分。还有造谣、诽谤、蓄意殴打。坐在地上的女人一听这话，立马就蔫了。怎么会是这样啊？他让我诬陷的女孩竟然已经结婚了。不过为了那20万，我还得继续。他狠了狠心，猛然间掐了一把自己，继续哭嚎起来。这个女人都结婚了，还勾引我老公，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你被人戴了绿帽子还这么得意，我呸！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说着，他突然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温夜便骂道：你是不是为了职位晋升，把自己的女人送给我老公了？温夜听到这些话后，眸子里寒凉入骨。林月察觉到了不对劲儿，一把从身后紧紧地揽住了温夜的腰身。大叔，别冲动！近乎快要失去理智的温夜，在最后一刻被林月拉了回来。我没事。那个女人还想要继续闹事，直接被办案的警员带走。温氏的律师跟上去处理后续事情时，路过那个女人身侧，悠悠地说了句：安排你做事的人应该没告诉你，林月是温家少夫人吧？温家？哪个温家？那女人先是一怔，而后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荣城只有一个温家。她被律师这一句话
直接活生生吓晕了过去。醒来后也没逃脱，录了道歉视频，还手写了一封道歉信。处理完事情后，温叶有些担忧的带着林月去了医院，询问医生是否有治疗孕吐的药物。仔细询问了林月孕吐的反应之后，医生默默看向了温叶。孕妇的心情很重要，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如果实在是一口都吃不下，再干预吧，到时候可能需要挂营养液。那什么，我啥都能吃。离开医院后，温叶第一件事情便是带着林月去了附近的购物广场，大概是还有工作需要处理。温叶将一张黑卡递到了林月面前，喜欢就买，今天你受委屈了，孕吐那么辛苦，你看怎么能开心一些？他话音刚落，林月立马将黑卡拿在手中，冲温叶露出了一个标准的微笑。温先生放心，我一定开开心心的，保证一点都不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宝宝。哇咔咔，黑卡随便刷还不开心，我是傻子吗？林月则是拿着黑卡，随意看着价值几百万的珠宝首饰。她正心情大好时，店内却来了3个女生，她们看到林月后的反应格外夸张。哎呀，这不是林家那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吗？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太妹竟然敢嘲讽温家的少夫人。哎呀，这不是林家那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吗？而林月只是瞥了他们一眼，随后转身看向了店长。清场，我不希望被打扰，谢谢。听到这，小太妹们觉得自己被羞辱了，还不等店外的安保人员进来，便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指着林月。我们也是客人，你凭什么赶我们走？林月连一记眼神都懒得落在他们身上。见林月这高傲不可一世的模样，为首的那名小太妹立马拿出手机开始录视频。不过是被林家养着的一条狗罢了，听说还被林家赶出了家门，也不知道傍上哪个老男人，竟然敢在这里指手画脚。我呸！面对他那延绵不绝的污秽之语，林月也只是淡淡的抬眸，然后随意的掏出一张烫金黑卡，把他们给我插出去。店长赶紧挥手示意安保人员上前，插出去之前还要确保他们手机里没有留下照片或视频之类的。小虐了一下渣渣，林月心情大好的继续看珠宝首饰，而被他赶出去的3个人自然是气得不行。不行，我得告诉娇娇，这个女人实在是太过分了。说着，他便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林娇娇的电话。躺在病床上有些无聊的林娇娇看到来电后，心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喂，娇娇，你猜我刚刚看到什么了？我们看到林月在逛宝格丽，她不是林家的假千金吗？已经被赶出去了吗？怎么还那么有钱啊？林娇娇也没想到林月傍上的男人还挺有实力，她跟家里闹翻了，被一个男人接走，不知道去哪儿了。听说今天还有女人去闹事，说她勾引别人的老公。哎，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生病，爸妈也不会疏于对她的招呼。好一番茶言茶语后，说的3人齐齐点头，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新大陆。等挂断电话之后，再看向店内的林月，他们眼底已经满是不屑。我呸，狐狸精一个，真不要脸。然后他们便躲在角落里，偷摸拍了张照片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现在的女孩啊，为了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晚上，林月还沉浸在今天购物带来的喜悦时，段锦言突然打来了一个电话。林月，你又被人造谣了，还好，只是咱们荣城本地的一个小网红，影响力不大，而且事情刚发生没多久，他那个视频就被下架了。林月听得迷迷糊糊的，只是随意应了一下。哦，不是，你都被林娇娇欺负到头上了，怎么还不知道反击啊？现在只要林家找不到我在哪，就是最好的报复。对于他这话，段锦言是不太懂的。林月这才将他被骗着配型的事情说了出来。林家之所以处处针对我，为的不过是我这颗心罢了。所以你就打算这样一直躲着？躲什么？我是那种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吗？我已经出手了哦。啊！段锦言一脸茫然，又有点好奇，不知道林月到底做了什么。一大清早，林娇娇刚睡醒，就有警员敲门走进了病房。林娇娇，你涉嫌一起指使他人违法犯罪，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听到这，池莹直接愣在了原地，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和警员解释，是不是哪里弄错了？我们娇娇身体不好，一直在医院疗养，怎么会呢？随后池莹立马联系了律师，律师便以林娇娇身体不适为由，让警方就在这里询问。等警方调查完离开后，林娇娇立马就哭哭唧唧，妈，我没有这么做，我都病成这样了，我还能做什么呢？妈妈，你别救我了，就让我好好的感受生命的最后几天吧。我说着说着，她猛然间捂着心口，连带着呼吸都急促了起来。池莹原本还想要说些什么，见女儿这个样子，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的？等将林娇娇送入急救室后，她站在外面来回踱步，乱七八糟的事情在脑海里不断盘旋。忽而，她突然像是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一定是林月，一定是她干的。做出那么不要脸的事情，未婚先孕勾搭有妇之夫，被原配闹成这样，她竟然还敢嫁祸给我的娇娇，不就是要她那颗心吗？她怎么能这么……当林月得知林娇娇竟然没被送进去时，只能悠悠地叹了口气，真是可惜，这次没能把你送进去。闲来无事，他便约了段锦言过来玩，见面聊起来，自然还是昨天的事情。啧，还得是你脑子反应快。对了，我听说警方都去医院找过林娇娇了，温少夫人一出手，果然厉害啊！还有，你家温先生真是帅炸了，道歉视频循环播放，就连校园广播现在都换成那个疯女人的道歉信了。刚夸完，温叶就从楼上走了下来，见此段锦言立马闭上了嘴巴，而背对着他的林月则有些好笑地看着他。你咋了？见鬼了！声音落下的瞬间，好似有一片阴影在头顶落下。明天去医院检查，已经预约好了。
豪门霸总温夜一出场，那气势下的段锦言立马闭上了嘴巴，而背对着段锦言的林月见此只感觉有些好笑。你咋了？见鬼了！声音落下的瞬间，男人清冷的嗓音便从头顶传来：明天去医院检查，已经预约好了。听到这，林月立马乖巧地看着温夜，一直到温夜离开客厅后，他才长出了口气。而段锦言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弱弱的扭头看了他一眼，好半晌才憋出一句：林月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豪门生活如此水深火热呢？林月默默地冲他翻了个白眼。我当然知道啊，可这不是肚子里揣了崽崽，再加上为了摆脱林家吗？不知道是对温夜的恐惧，还是段锦言真的有事，他连晚饭都没吃，便找了个借口赶紧溜走。临走时还不忘冲林月做了个鼓励的表情。林月啊，只要你坚信拿的是女主剧本，就不用害怕她，大胆的往她床上冲。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往前冲，加油。说完，段锦言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留林月一个人在客厅里凌乱。不是，段锦言，你丫的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而此时，温夜不知何时来到了林月的身后。月月，你还小，别听他胡说八道的挑唆。啥意思？林月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正愣的扭头看向身后的温夜，一向遇事镇定果断的温夜，此刻却耳尖微红。别没事往我床上冲。说完，温夜就立马转身上楼了。当他声音落入耳中，林月才明白，刚刚段锦言的话他还是听到了。段锦言。待在别墅内的江怡并不清楚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见温夜独自一人上楼，还以为两人这是吵架了。随即他便立马掏出手机向温夫人汇报道：夫人，这几天少爷并没有和少夫人睡在一起，刚刚两人似乎又发生了争执。说完之后，他觉得还是有些不妥。在我之前看过的霸总小说里，如果是恶毒婆婆，这个时候早就闹着把林月赶出去了，反之应该开始训斥儿子了。于是他又悄悄地发语音给温夫人出主意：夫人的，想要成为一个好婆婆，第一步就要学会维护儿媳，珠宝首饰送起来，甩张卡，随便花，顺便要过来给少夫人撑腰的。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有道理，得亏有你给我出主意，我得好好奖励你。不用了，夫人，我现在在做副业，原画插画师，收入可高了呢。画画还能赚钱吗？当然可以啊，而且只需要准备一个平板或者电脑就能入门。一开始没什么基础也没关系，稍微学习一段时间就能接单了。像这些简单的图像，一张都有几十块，而那稍微复杂一点，图利润高达4位数呢。通过我这小半年的努力，都已经给自己攒下了一个小金库呢。那学习难度应该挺高的吧？不高，零基础的小白也能轻松上手。获取途径我就放在左下角了，里面有专业老师指导和接单平台推荐。赶紧去试试吧。挂断电话后，江怡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又走至林月身旁。少夫人，您别跟少爷生气，这些年您可是少爷带回家的第一个女人，少爷待您终究还是不同的。林月被江怡的话刺激的身上鸡皮疙瘩都快掉了。江怡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那端庄得体、一本正经的模样，真的很有霸总小说里豪门管家的风范啊。林月抬头看向江怡，眼神中很是复杂。温夫人她也很喜欢看小说吗？江怡怔了片刻，才笑着道：不，夫人不喜欢。夫人本身就是女主角，感情江怡这看言情霸总小说，还有真人版带入的刺激感啊！更何况温总和温夫人也的的确确就是豪门中的豪门。不等林月开口，江怡又补了句：少夫人，你也是女主角哦。好巧，我也觉得我是呢。要不然我怎么会被人算计，还走错了房间，又还偏偏跟温夜发生了关系？更绝的是，我竟然还怀孕了，这些可不都是小说里才会有的抓马故事情节吗？晚饭后，林月来到温夜的书房，有件事情要找他商量一下。有事？林月乖巧的点了点头，生怕自己冒冒失失的举动会惹得他不开心。踌躇片刻，林月才小声开口：温先生，我大学还没毕业，但是要实习了。你是想进入温氏实习？啥？这怎么可能？我有几斤几两，我心底还是很清楚的。不，我是想说，如果等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可以出去实习吗？什么专业？我考虑考虑。你若真学商业管理之类的，温家其他人反倒要担心，你以后会不会想要进入董事会？听到他的话，林月连忙解释道：没有，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说完之后，林月对上温夜那双似笑非笑的眸子，小姑娘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套话了。果然，下一秒，男人便开口说道：给我当秘书很合适。啥？林月说完后，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对上温夜那清冷的姿态，林月也是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得嘞，老板说啥就是啥。林月乖巧地点了点头之后，立马逃也似的离开了书房。霸道总裁温夜竟然套路林月成为了自己的秘书，而被套路的林月只能气鼓鼓地离开了书房。林月刚走没多久，温夜的手机便响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刚领证1周。领证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啊？只是领证，还没办婚礼。听到这，对方显然更激动了。卧槽，我可真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嫂子能拿下你？挺可爱的，但我劝你悠着点，别想着给你嫂子什么惊喜，她现在可怀着孕呢。果然是陷入爱河的狗男人，这撒狗粮的技术真是绝了。不过刚刚你跟史密斯视频会议说了句抱歉，我夫人有事找我，他扭头就把消息告诉我们了。
听到这，温叶并不觉得被人知道自己结婚的消息有什么不好的，只是眼下公司遇到的这件事情确实有些棘手。翌日一早，林月醒来时便得知温叶已经去公司了。大佬们不都是闲情雅致的游山玩水、垂钓打球，决胜千里之外吗？对呀，温总就是闲来无事打打高尔夫、钓鱼、养花逗鸟，决胜千里之外。好吧，感情温叶现在还只是小温总呀。当林月下午来到医院产检时，直营安排的私家侦探便盯上了她。已见胎心胎芽，各项数据也都很好，可以考虑建档，以后按时来产检即可。产检完，林月高兴地挽着江怡的手朝医院外走去，听着江怡给温夫人打电话说着这件事情，林月这颗小心脏都开始砰砰砰地乱跳了。当林月将注意力都放在了通话上，却没注意到怒气冲冲走来的迟莹。林月，你竟然敢陷害算计娇娇，看我不打死你！他高高扬起手掌，却被江怡牢牢攥住。迟莹挣扎了2下，挣扎不开，立马便抬起了另一只手，直直地朝着江怡的脸上打去。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拦我？江怡在猝不及防之下挨了一巴掌，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反手直接给了迟莹一巴掌，打得迟莹脚步踉跄，狼狈地从台阶上摔了下去，捂着被打的侧脸，江怡开口的嗓音都带着一抹不容置喙的狠厉。就算是打狗，还得看主人的。在荣城，谁敢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这不是把温家的脸按在地上踩吗？被打猛的迟莹瘫坐在地上，仿佛满脸都写着不可置信。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跟在林月身边的这个女人竟然敢动手打他。眼看着这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迟莹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她看向林月的眼神都带着狠毒。林夫人，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只要林娇娇不对我下手，我自然也很乐意和林家彻底划清界限。咱们单独谈谈。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林月的踪迹，如果这次不想办法将这个小贱人绑回去，谁知道下次找到他又是什么时候？林月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抱歉，没时间。说完，林月挽着江怡的手臂就准备朝停车场的方向走去。拦下他！林月转身举起手机，通话页面上赫然显示着110。林夫人，你确定吗？眼看着他的手指落在屏幕上，就准备拨出这通电话。迟莹狠狠地咬着后槽牙，不甘心地瞪了他好几眼，这才放他离开。而江怡则是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拨出了老宅那边的电话。作为专业且称职的佣人阿姨，江怡事无巨细地先说了一下检查的结果，然后又添油加醋地形容了一下迟莹那无赖一样的嘴脸。坐在一旁的林月略微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尖，说了几分钟后，江怡手中的手机就递到了他面前。这算是林月第一次跟自己名义上的婆婆进行的通话。月月啊，事情我都知道了，林家的人要是再敢来欺负你，你就去找温叶给你出气，不用怕。这就是传闻中的温夫人吗？这声音也太温柔了吧，不愧是被江怡这个小说迷都评为女主角的人啊。林月悬着的心瞬间也放松了下来，继续和温夫人聊天。等挂断电话后，她才意识到车停在了温氏集团的大门口。不等她说些什么，江怡已经扶着她下来了。这么大的喜事儿，自然是要当面和少爷分享一下。刚走进1楼大厅内，温叶的秘书走上前，领着他朝一旁的电梯走去。电梯门即将合上的刹那间，林月似是看到一抹极其熟悉的身影从眼前晃过。不过片刻，电梯门彻底合上。愣了片刻后，他侧眸看向秘书，刚刚那位是少夫人，刚刚那位应该是顾家刚回国的大少顾晨。饶是刚刚那一瞥，林月心底已经有了猜测，可在听到回答后，林月的这颗心还是不由得抽动了一下。她回来了，而我却已经因为怀孕和别人签下了失婚合约。林月竟然在温室看见了自己曾经的未婚夫。秘书见林月神情有些许的不对，已经默默地记下了，准备暗中去查一查这位顾晨。电梯直达顶楼，林月在秘书的带领下缓步朝着总裁办走去。医生说宝宝现在很健康，那我是需要在温氏医院建档吗？听医生的即可。想吃什么？一提及这个，林月立马来了精神，毫不客气地点了很多美食、水果、小蛋糕，甚至还有奶茶。温叶皱眉听着，等到他说完后，还有些不确定地询问道：“你孕吐好些了吗？确定吃这些没问题？”林月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小声说道：“我胃口还行，吐完还能吃。”你确定？网上都在说吃一口吐一口的情况下，很多人根本吃不下去，甚至还要去医院挂营养针。我都已经通知医院那边做好准备了。我家小姑娘怎么和别人不太一样？我确定，我真的可以吃。既然林月都这么说了，温叶只得赶紧安排秘书去订餐，然后直接给林月转账20万，算奖励。谢谢温先生，温先生放心，我一定乖乖的当好温少夫人这个花瓶，努力照顾好自己和宝宝，绝对不让您担心，更不会妨碍您寻找真爱。甚至您和您的真爱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请开口。温叶听林月越说越离谱，他实在是没忍住，开口打断道：“我真的很想撬开你的脑壳，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听到这，林月只好乖乖的闭上嘴巴。没过多久，秘书便提了不少吃的东西，一一摆放好之后，温叶瞧着眼前这么多食物，又看了看林月。虽然这些都不合我的口味，但我看网上攻略了，想要成为好丈夫、好爸爸，这个时候不能干涉孕妇的进餐自由，毕竟孕吐期间能吃得下去，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温叶的办公室内吃了午饭之后，林月满足地摸着自己的小肚子，打了个饱嗝，然后拿着手机慢悠悠地歪倒在了沙发上。还不等温叶说点什么，一转身的功夫，他已经睡着了。温叶有些不放心地给江怡打了电话询问，得知林月这几天一直都是这么嗜睡，基本放下碗筷就开始犯困。温叶这才放下心来，若不是从江怡那里知道今天林家人又来找他的麻烦，温叶都不知道
他心底还藏着这么多事情。所以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在林月睡着期间，秘书敲门走进，拿了顾晨的资料递到了温叶面前。抱歉，因为今天少夫人看向顾少的眼神有些许的不对劲儿，我就擅自调查了他的一些资料。温叶拿起资料看了几眼，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当他将资料全部看完之后，轻笑了一声：“你做得很好，这个月奖金翻倍。”顾晨刚回国，有合作想要和温叶谈一谈。只是他今天过来连温叶的面也没见到。离开温氏集团后，他给林月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无法接通，又发了好几条信息。林月，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但很抱歉，当初和我有婚约的是林家大小姐，娇娇她身体不太好，有什么气你冲我来。还有当初我说过的提议，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毕竟你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想要继续林家这样安稳富足的生活，只有我能给你。收起手机后，他便准备去医院看看林娇娇，而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的林月正在沙发上沉睡，根本不知道顾晨给他发了那么多信息。刚开完会回来的温叶见林月的手机掉落在了地上，走过去帮他捡起来，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屏幕上显示出顾晨的消息。温叶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让情绪外露出来。当林月迷迷糊糊的醒来之后，便觉得喉间很不舒服，刚起身便走到一旁，抱着垃圾桶哇哇的开始吐。温叶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也顾不上顾晨给他发的信息，赶紧倒了杯温水递过去。林月接过水杯漱了漱口，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温叶：“温先生，你还是离远一些吧。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需要去医院吗？可能是吃下去的都没有消化，这会儿吐干净，反倒觉得舒服了很多，也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温叶见状，亲自将垃圾桶提了出去。这还是传闻中的活阎王吗？也不对，可能他只是比较看重自己肚子里的宝宝而已。林月拿起手机翻看了两眼，顾晨那密密麻麻的信息，仿佛字里行间都是他的自尊了。提议，当初他出国之前的提议时，希望继续和我保持恋人的关系，说好听点是恋人关系，难听点，顾晨就是想包养我，让我成为情妇而已。呵，想左拥右抱，两个都要，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只见林月迅速在手机屏幕上敲出一个滚字，然后直接拉黑。在浏览聊天框时，他又顺手将温叶置顶，还贴心的备注了一下温先生。一想到今天江怡给老宅那边去了电话，温夫人说得空的时候会来看他。林月思索片刻后，想到他签下的那份试婚合约，总觉得自己需要做出点什么。温叶不是说他需要一位乖巧懂事的妻子来应付家里吗？既然温夫人已经知道我的存在，那必然也知道我和温叶已经领证的事情。恐怕温夫人并不知道，我俩现在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犹豫片刻后，他缓缓敲击屏幕：“晚上回来吃饭吗？”温叶的回复言简意赅回，不知为何，简单的一个字却能让他心底格外满足。顾晨一回国就来到医院看望顶级绿茶林娇娇，见顾晨来了，林娇娇竟然有一瞬间的愣神，而后欣喜地喊道：“顾晨哥哥，叔叔阿姨呢？照顾你的人呢？”林娇娇缓缓摇了摇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最后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顾晨看出了他挣扎纠结，佯装生气地看向他：“你如果不说，那我就只有去林家问了。”林娇娇纠结良久，看向顾晨的眸光都染满了复杂的神情。顾晨哥哥，你不生气，我才能告诉你。如果你生气的话，以后我什么都不和你说了。听到他的话，顾晨心下一凉，总觉得是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发生。林月她做了傻事，爸妈因为她很是忧心，自然也没精力管我了。顾晨一听到林月的名字，心底咯噔一声，有些着急，但面色上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林月她怎么了？林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结过婚的老男人勾搭在了一起，还怀孕了。声音落下的瞬间，顾晨心底好似掀起惊涛骇浪，震惊的好半晌都说不出一个字。见他似是不信，林娇娇赶紧拿出手机，找到了自己安排人去闹事的那个视频。你看看，你回来之前，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他和家里断了来往，现在爸妈也找不到他在哪，他还怀着孕。顾晨哥哥，你说这可怎么办啊？林娇娇的声音在顾晨耳边不断回荡着，他拿出手机疯狂地给林月打电话，打不通的情况下，他直接冲到护士站，用座机电话拨通了林月的号码。正巧温叶回来，正在陪林月听轻音乐。林月的手机响起时，他在洗手间。温先生，你帮我接一下。温叶低沉磁性的嗓音透过听筒传入了顾晨的耳中。你好，哪位？顾晨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总觉得这个声音有些熟悉，但一时间根本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你是谁？林月呢？我是他先生。先生两个字深深地刺激到了顾城。你无耻！你到底把林月怎么了？我告诉你，我是顾晨，顾氏集团的顾晨。你要是敢……他话音未落，温叶便不紧不慢地开口询问了一句：“哦，那请问你是他的什么人？”一句话便让顾晨愣在原地，良久也没有再回答。一直到温叶不耐烦地将电话挂断，他才茫然无措地反应过来，想要再拨过去，却没了那股子勇气。林月从洗手间走出来后，询问道：“谁打的电话？”顾晨。简短的两个字，反倒是让林月沉了脸色。他立马拿出手机看了一眼通话记录，然后毫不客气地将那个号码也拉入了黑名单中。妈，前男友？狗屁的前男友！一个合格的前男友就应该像是死了一样，而不是他这样动不动就诈尸。温叶拿着 iPad 递到他面前，上面显示的文件是顾晨昨天发来的。那我是不是该报复一下？对，坚决不跟他合作。好。晚上
正在书房工作的温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上次在网上发布信息，造谣少夫人的人已经找到了，同样和林娇娇有关系。天冷了，开个篝火晚会吧。好的。翌日一早，林月是被段谨言的电话吵醒的。林月，出大事了！出什么事情了？只见段谨言转了一则同城的新闻发给他。林娇娇的那个小跟班，就上次跟你在珠宝店有点小争执，还把你发到网上去的那个，他家的别墅昨天晚上起火了。林月赶紧点开段谨言转给他的新闻看了2眼，不由得啧啧2声，感慨道：这可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啊！早起的林月今天满脸笑意，温叶见他笑得开心，便随口问了句：有喜事？没有，就是昨晚睡得挺舒服。温叶也没询问太多，叮嘱了他几句就离开了。上车后，他沉着脸拨出了电话。篝火晚会不够盛大呀。消防救援很及时，我们便撤了。听到这，温叶便没再说什么。火小点就小点吧，不能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来。而这边正在吃饭的林月收到了匿名发来的一条短信：你这么做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不得好死。现在的神经病都不是一般的神经病了。只见他从网上搜罗了一大段各种国粹言论，狠狠怼了回去之后，根本不给对方再回复的机会，删除拉黑，顺便下载各国家反诈 APP。因为烧伤了腿住院的阮青青，在发现自己无法给林月发信息后，气得差点砸了手机。昨天夜里家里好端端的就起了场大火，还好救援及时，否则我铁定要葬身火海了。原本还以为是场意外，谁知道今天早上做检查的时候，竟然有人警告我。可我最近就只得罪过林月啊。林娇娇进来时，看到阮青青还在发呆。怎么样，好些没？两人随意闲聊了几句之后，阮青青才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林娇娇微怔片刻，装作不经意的开口道：不会的，林月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再说了，纵火可是犯法的，她现在怀着孕呢。她的话还没说完，阮青青就好似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她怀孕了，是不是未婚先孕？而且还是给老男人当小三，怀的私生子，是不是？你说，要是把这消息发在咱们之前的同学群里，会怎么样？林娇娇总觉得自己说的那些话，顾晨没有太相信，还想着该怎么再推波助澜一下。这不，刚瞌睡就有人送来了枕头。林娇娇竟然和阮青青在以前的同学群里造谣林月，要不是段谨言打电话告诉林月，她还被蒙在鼓里。挂断电话后，林月打开被屏蔽很久的 QQ 群，因为匿名的原因，群内各种污言秽语，简直是不堪入眼。林月将手机里的证据简单整理了一下，反手发到了群内。请问你们在质疑什么？不如咱们法庭见。那个疯女人被林娇娇收买，跑到大学城去闹事，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林娇娇因为牵扯其中，因病保外就医，律师还在各种奔走的处理这件事情。现在这种情况还敢来招惹我，当真是不怕死啊！林月亲自露面之后，原本还叽叽喳喳议论不停的群瞬间安静下来。林娇娇铁青着一张脸，大口喘着粗气，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昏死过去的迹象，吓得迟疑3步并作2步的冲到他面前。娇娇，你怎么了？你别吓唬妈妈呀！一听到他的声音，林娇娇便能想到林月，要不是这个女人还有利用价值，我真的会被她恶心到吐啊！藏起眼底的烦躁，林娇娇缓缓抬起眸子，委屈巴巴的撇着小嘴。妈，迟莹不由分说的拿起林娇娇的手机，正好看到群内林月的那些话。林月这个小贱人，自己做出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她竟然还有脸在群里造谣你。还好我开启了匿名模式，就算是翻找聊天记录，看到那些挑拨的话，也不能证明是我。但林月可没匿名啊！林娇娇慌乱的将手机夺回来，藏在了枕头下面。妈，你别生气，别怪妹妹，她肯定还在生我的气，都怪我不好，我不该贪恋爸妈的爱，我不该回来的。如果我不回来，爸妈一定还很爱她，你们一家3口还是那么幸福。呜，都怪我不好。原本他就病着，又说出这些话，可把迟莹心疼坏了。都怪爸妈不好，爸妈不该把你弄丢，让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娇娇放心，有妈妈在，不管做什么，妈妈一定会让我的娇娇平安健康的好好活着。要的就是这句话，等着吧，等到林月那个小贱人死了，下一个就是你。中午，江姨拿出准备好的2个大食盒，让林月带去公司陪温叶一起用午饭。夫人要是知道你们感情这么好，也一定会很开心的。好吧，抓住我的软肋了。作为温叶的失婚老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一定会做一个让温家2老非常满意的儿媳妇。林月艰难地扯动嘴角，冲江姨笑了笑，提着食盒走向了温氏集团。刚到公司门口，正巧遇到温氏首席律师从外面回来。这段时间，因为自己的事情，可没少让他费心。林月自然要打声招呼，好好的谢谢他。少夫人，这是来给小温总送饭。闲聊2句，两人正准备一起乘坐电梯上去，听到前台那边似是发生了争执。林月好奇的扭头看了一眼，便见到顾晨手中拿着文件，非得要硬闯，被保安拦了下来。顾先生，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总裁办拒绝了您的预约邀请，退回了您的合作方案，请回吧。我要见温总。正巧这时电梯门打开，顾晨不管不顾的朝这边冲过来，而一直背对着他的林月听到嘈杂声响，下意识的回眸后，几乎是本能的开始躲避。毕竟她现在怀着孕呢，万一被冲撞到，他怎么跟文野交代？温氏首秀律师也是很自然的挡在了他的身前，保护少夫人也算是他分内的事情。可两人的动作落在顾晨眼中，却成了另外一种意思。林月，你……只见他冲到了首席律师面前，怒声道：“
沈岩，你今年多大，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有家室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竟然还能做出这种事情？顾少，有话请好好说。林月，你宁愿给这个老男人当小三，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呵，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我给双倍，你来陪我。顾晨猛然间一把将沈岩推开，冲到了林月面前，不由分说的便夺走他手中的午餐，狠狠地扔在了地上。下一秒，林月抬手便是狠狠一巴掌落在了他脸上。顾晨，你个疯子！不等顾晨反应过来，林月二话不说，直接左右开弓，对着他的脸就是狠狠的几巴掌，用的力度太大，打完之后，他的手掌都被震得有些发麻。现在清醒点没有？顾晨被打得直接愣在原地，久久都没有回过神来。你是高高在上的顾家大少，而我只是林家不受宠的养女，是你自己说的，让我不要和林娇娇争。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在你全心全意信任林娇娇，恶意揣度我的时候，就彻彻底底的结束了。不对，应该说，我从未喜欢过你。林月刚转身准备离开时，但还觉得不过瘾，反手又给了他一巴掌。还有，不管我跟谁在一起，都跟你没关系。保安，报警！保安队长思索再三，还是冲顾晨做了个请的手势，就连沈岩也满脸不屑的冲他翻了个白眼。顾少再这么闹下去，我不介意咱们法庭见了。你给我等着。留下这句话，顾晨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了温氏集团，呼呼地朝着总裁办公室走去，却在来到温烨办公室前收敛起了自己的情绪。温烨见到林月后的第一时间便细声询问有没有伤到哪里。他是因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才这么担忧吧？一想到自己刚刚气成那个样子，林月心底就有点发虚。要不去医院看看吧？随后温烨便陪着林月来到了温氏的私人医院。等林月进入诊室检查时，温烨拨通了总裁办的电话，查查顾家最近的动向。已经动手了。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怎么就动手了？温少放心，电视剧小说里的商战高端大气上档次但违法，我们主打一个不讲道德但合法。行，你看着办吧。检查后确定宝宝没有任何问题，林月这才长长的松开了口气。温先生，抱歉啊，让你担心了。等待的时间里，温烨一定很担心宝宝的健康吧？都怪我，在看到顾晨的那一瞬间就应该立马躲开的，怎么还能跟他发生争执呢？看他这么自责，温烨心底也有些纠结，伸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你再这么郁郁寡欢，宝宝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林月被他逗得破涕为笑，转念想到江毅辛苦做的午餐，就是可惜了那些饭菜，江毅做了好久呢。见你这么在意，我还以为那些饭菜是你亲手做的啊！林月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刚想要摆手说自己不太会做饭，但忽地想到，适婚合约上处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而他除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宝宝之外，好像温烨并没有要求他做别的事情。思索再三，他小声道：那我晚上尝试一下，煮个汤。温烨听着小姑娘碎碎念一样的想法，嘴角忍不住的微微弯起。我虽然性格偏执，但不是没有人性。什么？谁家会让小孕妇下厨做饭？听到这，林月羞得小脸绯红，气鼓鼓的朝着门外走去。这时，温烨收到了秘书发来了照片和视频。我安排保洁把顾总办公室的发财树用热水浇死了。顾晨的车好巧不巧停在了监控盲区，车胎被扎了。哦，对了，顾总今天有一场财经杂志的访谈，他的发言稿被换了。温烨总觉得这么多损点子不是秘书一个人能想到的。等上了车后，还在思考秘书不道德但合法的损招都是怎么想到的。见他眉宇间似是染着戾气，很是凝重的模样，林月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惹得他不开心了，顿时吓得他心脏砰砰砰跳动不止。也不晓得他能不能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不要迁怒于我。这荣城第一豪门夫人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啊。就在此时，温烨开口询问道：饿不饿？话音刚落，林月的肚子就咕噜噜的叫了2声。见此，温烨又询问了一声：是不是饿了？林月冲着温烨点了点小脑袋，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忍不住，我好想吃东西。见状，温烨赶紧扶着林月下车，朝路边的甜品店走去。几口食物吃下去，林月瞬间感觉自己好像是重新活了过来。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之前饿的时候还是可以忍一忍的。孕期的正常反应，别紧张。等下去逛一逛，买些你喜欢吃的零食放在包里，以后饿了可以随时吃。简单吃了点，温烨带他去私房菜馆吃了午饭后，又带着他返回公司。来到温烨的办公室没多久，林月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只是这一觉睡得有些迷迷糊糊，依稀听到耳边不断有嘈杂的声音响起，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小手段终究动不了顾家的根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顾家的漏洞，那就对付一样。这口恶心总得出了，不然我夫人的委屈岂不白受了？温烨不知道再给谁打电话，说到最后，林月依稀听到一句：怎么打闷棍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教你们吗？去警告他一顿，要不然我可就要重现当年的惨案了。当年惨案。饶是迷迷糊糊的林月也被吓得大汗淋漓，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被温烨发现自己偷听，万一他压根不顾念肚子里的宝宝，一心想要杀人灭口怎么办？林月被温烨的话吓醒之后，好久都没有睡着，但却一直闭着眼睛装睡。他甚至能清楚地听到每一次的敲门声、秘书进来汇报工作以及各种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在耳边不断响起。等到办公室内再次归于平静后，林月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放松了下来，偷偷摸摸地长舒了口气，假装睡梦中翻身，想要背对着温烨，结果却因为误判了自己躺着的位置，
一个翻身险些从沙发上摔下去，温热的大掌直接拦住他纤细的腰肢，将他整个人卷入怀中后，林月惊愕的瞪大眸子，才发现温叶竟然就坐在他身边。梦到了什么？怎么还出汗了？林月战战兢兢地蜷缩在温叶的怀中，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好半晌才勉强找回自己的声音。没什么，做了个噩梦。温叶不疑有他，扶着林月坐了起来。饿不饿？晚饭想吃什么？回去吃吧，江姨做的饭菜还挺好吃的。温叶也没说什么，只是拿出一份文件便递到了林月的面前。不是说要实习吗？明天来上班吧，这是合同。而后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眼眸含笑地望着林月。到时候我亲自给你盖章。什么？温叶陪着林月吃完晚饭，等到他吃完要回房间休息，才敛起眸底的笑意，大步朝外面走去。随后便来到了一个废弃仓库，看到一个被蒙着眼睛的男人。我可是顾家大少，你们竟然敢绑架我！见没有人说话，他的态度又急速转变。谁让你们来的？你们要多少钱？我给双倍行不行？说话啊！你们倒是说话啊！他今天处理了一天网络上的恶毒商战，好不容易加班处理完事情，刚下班准备离开，就被莫名其妙的绑到了这里。但他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温叶示意手下让他安静。温叶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顾晨，故意压低了嗓音，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顾少到死，这嘴都是硬的。你是谁？你要钱还是想做什么？我顾家本本分分做生意，并没有得罪什么人。温叶才懒得跟他废话，随意的挥了挥手，几名保镖便上前，对着顾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其中有人拿出摄像机，对着顾晨就是一顿疯狂猛拍。临走还不忘挑衅，用很是羞辱的方式拍了拍顾晨的脸。听闻顾少特别好面子，这么狼狈挨打的，想必应该不希望被别人看到吧？乖乖闭嘴，否则视频随时都会传遍整个荣城。这群人简直就是疯子。等到后半夜，司机才昏昏沉沉醒来，这才赶紧通知顾家，说顾晨被绑架了。又冷又饿又困，浑身是伤，还不敢睡的顾晨，总算是在天方夜读白时等来了顾家的保镖，紧急送进医院后，顾总第一时间便想要报警。爸，别报警！顾总和顾夫人双双看向他，顾晨艰难地开口道。他们录了视频。顾家将脸面看得很重，一时间被拿住软肋，还真不敢轻举妄动。林月还是从江姨那儿知道了小道消息，一想到温叶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林月下意识就认定是温叶找人干的，但没想到揍的竟然是顾晨。博阎王不仅不可怕，人还怪好的，太可惜了。听着他的话，江姨有些不解。可惜什么？林月蹑手蹑脚地凑到江姨耳边，小声道：可惜没揍死他。不过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江姨，这件事情没上荣城新闻，说明顾家有意隐瞒，根本没报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温叶特意安排好的，让江姨说给他听？江姨神神秘秘地冲着林月挑了挑眉。我自然是有我的渠道了，荣城能称得上大家族的也就那么几家，陪着夫人去他们家里参加几次宴会，自然而然便能认识到几个人。小道消息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林月默默地冲着江姨竖起了大拇指。论起吃瓜看戏，江姨还真是当仁不让啊！看戏，江姨还真是当仁不让啊！顾晨受伤的事情，在顾家刻意的隐瞒下，虽然没多少人知道，但顾晨住在人民医院的消息还是被林娇娇知道。顾晨虽然身上很疼，但那些人专挑隐晦的地方下手，表面上倒是没什么大的伤痕，所以林娇娇还以为他是工作累的。顾晨哥哥，原本还在装睡的顾晨只好悠悠转醒。你怎么来了？林娇娇伸手落在顾晨的额前试了试，没发烧。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见顾晨发呆，林娇娇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顾晨哥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顾晨思绪回笼，含笑看他。什么好消息？林娇娇有些害羞地捶了捶脑袋，纠结了一会儿，才小声道：爸妈已经找到合适的心脏，跟我配型成功了。等手术后，如果不发生排异，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林娇娇是林家独生女，娶了她，基本等于得到了整个林家。而之前自己一直在想，婚后如果林娇娇因病不能生育，那她就把林月养在外面，让林月给她生个孩子。只是没想到，她竟然对她的爱一点都不珍惜，反倒先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本不想用下贱这个词形容她，但温氏首席律师沈岩已经40多岁了，孩子都上初中了，她竟然也下得去手，真是让人觉得无比恶心。顾晨看着林娇娇苍白如纸，却依旧坚强对抗病魔的模样，出声安慰：那你可得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争取早日病愈。之后林娇娇便从顾晨这里得知，包养林月的那个老男人是沈岩。怪不得之前听爸妈说，林月这2次的案子都是沈岩代为全权处理的。回到病房之后，林娇娇便迫不及待地去翻找联系人。荣城不算太大，询问了几个人之后，很快便找到沈岩老婆的联系方式。申请添加的备注写的是：我有你老公出轨的证据。我有你老公出轨的证据。沈岩老婆挑眉看向正在忙碌的沈岩，他跟沈岩都在温氏上班，除了出庭或者是跟经理见客户，两人都是形影不离。原本不想搭理，但又觉得未必是空穴来风，同意好友添加后，对方立马发来消息：沈律师出轨，小三已经怀孕。要知道当初自己难产生下女儿后，沈岩就为了他去做了结扎手术，他现在可没那本事。林娇娇生怕沈岩的老婆不相信，又将顾晨说的那些话原封不动地讲了一遍。听完好几个60秒的语音条之后，他总算明白了，对方定是把已经怀孕的温家少夫人当成沈岩的小三了。他拿着手机起身朝沈岩的办公室走去，将手机递过去。要不要告诉小温总？能不说吗？不说的话，
话，他只会死得更惨。当沈岩出现在温叶的办公室内，将这些语音条放给他听之后，温叶眉宇间浓浓的戾气，似是裹挟着狂风暴雨，恨不得随时都要将周围的一切都碾成粉末。烦躁的连语音条都没听完，温叶便拨通了一个号码。把林家全部资料查清楚，汇总过来。如果顾家、林家暂时没有漏洞能下手，石英那么心疼林娇娇这个女儿，不晓得心不心疼自己的娘家呢？沈岩几乎是屏住呼吸，悄悄离开的。没办法，温叶身上的暴君气质实在是太过骇人。沈岩作为陪着老温总一起走过来的首席律师，他可没少为温叶年少轻狂时做出的那些事情兜底，有好几次他都差点饭碗难保。姓林的，你自求多福吧。空荡荡的办公室内安静到几乎落针可闻。半晌后，温叶整个人重重地躺在办公座椅的靠背上，脑海中全是那荒唐且旖旎的一晚，而手中攥着的却是林家的资料。林娇娇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配型合适的人竟然是林月。怪不得这个小可怜之前一直处处躲着自己，却在查出怀孕之后立马就跟他联系。还行，不算太笨，起码知道给自己找个靠山。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温夫人来电。我跟你爸爸就过去见一面，见面礼都准备好了。还未满3月，嗨相不稳，你们万一吓到了他，还想不想要孙女了？一句话直接把温家二老堵得死死的。因为温叶从小不服管教，长大后更是没少让他们操心，荣城各大家族都让他得罪个遍。因此温家二老一心希望林月这一胎最好能是个乖巧懂事又听话的孙女。那等她满了3个月，我们再去，行吗？温叶嗓音淡淡。再说吧，小姑娘胆子有点小，怕带着她回去，万一吓着她怎么办？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温夫人叹气。儿大不由娘啊！一旁等了好半天的温总思索再三，突然说道：这也是好事。啥好事？我连乖儿媳妇和孙女都见不到，还能有啥好事？温总拉他到沙发上安抚道：你想啊，咱们儿子是什么性子？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见他这么平和过？这说明儿媳妇能精准的拿捏住他。一语点醒梦中人。对，这个小姑娘还真挺厉害。另一边坐在客厅里正在追偶像剧的林月，毫无预兆的打了2个喷嚏，吓得江怡赶紧拿了毯子过来。少夫人，冷不冷？是不是着凉了？要不要去医院？说着便要给温叶打电话。我现在就给少爷打电话，让他赶紧通知医院那边做好准备。林月被他这举动吓得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江怡，我没事。林娇娇和沈岩的老婆聊过之后，更加确定了林月就是被沈岩包养的，丝毫不知自己已经傻傻走进对方设计好的圈套中。自从顾晨回国之后，林娇娇的精神状态都明显好了很多。池英看着脸色逐渐红润的女儿，心底也是开心的。等到林娇娇睡着后，池英拽着林天海出了病房。我瞧着娇娇还是很喜欢那个顾晨的，要不然咱们找顾家商量一下，把婚期定下来吧。顾晨也是独生子，咱们娇娇的身体你也清楚，婚后没办法生育，怎么跟顾家交代啊？聊到这个，池英也是一脸愁容。林天海的担心不无道理，思来想去，池英小心翼翼地凑到林天海耳边：要不咱们让娇娇去国外怀孕？他的话还没说完，林天海便赶紧摇了摇头。娇娇的身体可能也没办法。池英长叹了口气，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女人和顾晨生下孩子后，将孩子交给娇娇抚养长大。可是名门教养出的大小姐，自然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身份低的又怕顾家看不上。思来想去，有个人挺合适的，两人对视一眼，似乎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出了对方的意思。林天海在这个时候还想要再装一下好人。林月已经怀孕了，虽说她离开了林家，但应该过得也挺好的。咱们他的话无疑是一把锋利的钢刀，狠狠地刺入了池莹的心底深处。他过得挺好，那凭什么我的娇娇就要躺在病床上受尽折磨？林家养了她那么多年，供她吃供她穿，在娇娇没回来之前，她锦衣玉食的当了10几年的林家大小姐，而我的娇娇却吃尽了苦头，受尽委屈。林天海眼底深处划过一抹得逞的笑，这个女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啊。你把孩子打掉，我替顾晨包养你1年，生下孩子另打算。林月余光看向亮着屏幕的手机，微微一笑。那我这胎怎么算？那你想要多少？林月朝他伸出一根手指。石英一开始以为只要几百万就能收买，谁知林月为了一个野种狮子大开口，居然要1个亿。林月还语不惊人死不休，先付款，等孩子打掉再支付1个亿。意识到自己被林月耍了，石英愤怒起身离开。林月这才买杯咖啡走回温叶办公室，就见他已经准备好了午饭，只等着他回来一起吃。林月心虚坐到一旁，就听温叶说道：林家不会善罢甘休，我担心他们会冒险。那我就24小时跟在温先生身边，寸步不离。林月丝毫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等两人吃完饭，温叶才问道：你确定要寸步不离？林月没意识到哪里有问题，朝他点点头。下一秒，温叶直接拨通江怡电话，把少夫人的东西都搬到主卧去。林月被他的话一惊，急忙解释：不是，我没说过睡主卧啊，温先生，我睡主卧了，你睡哪？温叶倚靠在沙发靠背上。是你说的24小时寸步不离。林月才意识到哪里不对劲儿，羞得小脸通红，对着江怡急急地喊了声：我不睡主卧，不准搬，便赶紧将电话挂断。我觉得适当的保持一些距离还是很有必要的。再说了，温先生应该也没有忘记我们的试婚合约吧？如果真的24小时待在一起，是不是太影响温先生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了呢？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说辞，猛然间转身看向温叶，我们都需要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很重要。没曾想又一次被温叶抓住了话语中的漏洞。这不是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才会给彼此留出私人空间吗？温
温叶挑眉，眼底噙着笑。所以我们现在是确定恋爱关系了吗？相对于林月这边迅速升温的甜蜜，另一边池莹就不一样了。池莹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将他的现状和想法都说了一遍，希望能得到父亲的支持。爸，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是真的没办法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娇娇去死。对面的池荣兴在听到自家女儿这不着调的话后，气得差点昏死过去。绑架堕胎，囚禁生子，剜心灭口，你听听这些都是什么东西？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疼爱娇娇，这个我管不着。可是你别忘了，但凡大家族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培养的继承人，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林月是林家和池家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共同培养出来的，是很优秀的继承人。你当真以为他离开林家的时候没为自己准备好退路吗？可惜池荣兴的这些话落在池莹耳中，也只是左耳进右耳出了。随便你吧，只希望你别哭着回来求我就好。电话直接被挂断，池莹气得差点摔了手机。如果池家不出面做出那么多事情，是绝对没办法将痕迹抹除干净的。池莹得不到父亲的支持，便向林娇娇说了自己的想法。可一向在母亲面前树立善良人设的林娇娇自然是满口不答应。妈，不行的，我不能这么做，林月她是无辜的。池莹赶紧上前安抚娇娇激动的情绪。娇娇乖，娇娇听话，所有的事情妈妈来做，哪怕妈妈双手沾满鲜血，只要我的娇娇能平安幸福，妈妈也是愿意的。实则林娇娇在池莹不知道的地方，又一次将舆论的力量用到极致。容大校内论坛上关于林月的身世议论纷纷。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林月，竟然去勾引沈大律师，真不要脸！不仅这3当3，还怀孕了。江一看到这些消息，气得来回踱步。倒是林月还不急不忙地看手机，见他这么冷静，段锦言也满脸气愤。你可是温家的少夫人，更是怀着未来的小太子，就这么任由他们欺负你吗？不过林月还是不打算出手。没想到仅过一天，沈岩就将容大告上了法庭，还拿到了贴主的个人信息。林娇娇生怕被沈岩顺藤摸瓜，立马推出阮青青顶罪。躺在病床上的林娇娇死死地攥着手机，她的手机里藏着一段监控视频以及打了码的照片，这是她最后的筹码。将视频剪辑了一下，发到了林月的邮箱里。咱们见见吧。收到邮件的第一件事情，他便敲响了温叶书房的门。林月立马将手机递了过去，示意温叶看一看。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还记得吧，刘亮汉先生？他的话还没说完，反被温叶猛然间一把攥住了手腕，直接将他整个人扯入怀中。林月整个人直接呆若木鸡，刚才是他太飘了，温家太子爷盛怒之下不会直接掐死他吧？消失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夫人觉得呢？他嗓音很淡，一如既往的清冷，指腹划过他的下巴时，还紧跟他炽热的目光。林月几乎是下意识的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小腹，嘟着嘴满脸不开心的看向温叶。温先生，请不要在我的宝宝面前说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了？连个死字都不敢提及。温叶又捏了捏他。温家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会是温室里的花朵。很快，通过林月给的微信，温叶发了出去。找到这个人。第二天一早，不仅人找到了，还附带一个视频。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男人蜷缩在角落里，对着镜头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林月是谁。当初是林家大小姐给我钱，告诉我有吃有喝还有女人玩，但是我在房间里喝多了，压根没见到什么女人，又怕她不给钱，所以就对她撒了谎。见到我肯定能认出来，林家大小姐长得很漂亮，但是脸色有些不好，像是生病了。林月察觉到林娇娇这真千金来的蹊跷，反手就将温叶发给他的流浪汉指认视频发给池莹。不过池莹属实愚蠢，这个可恶的林月，林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了？居然要这么针对我的娇娇，却也存了打脸林月的意思，将林娇娇和自己的毛发送去池家帮忙检测。视频也原封不动地发给了林娇娇。你猜，如果你的顾晨哥哥看到这个视频会怎么想？说来也奇怪，林月忽地想到，林娇娇不是说心脏不好吗？怎么还3番2次做这种刺激的事？也许她根本没到非要换心脏的地步。思及至此，林月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很快林娇娇就给了回复：谁知道你哪里找来的男人？林月，只要我想对付你，有的是办法。那他还真是拭目以待呢。再次教唆阮青青去泼林月硫酸，却被温叶拦下。阮青青惊觉林月身后是温家，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这么多年都被林娇娇当枪使。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而已，看起来不是荣城本地人，估计就是哄着林月生孩子而已。林娇娇不疑有他，我就知道林月怎么可能这么好命，还不都是要给老男人玩。另一边，浑浑噩噩的顾晨将林月堵在医院口，他还是不肯相信以前在他身后喊着顾晨哥哥的小姑娘已经嫁作他人。月月，你真的结婚了？看着他受伤的神情，林月便没来由的一阵恶心，朝旁边走出几步，试图与他拉开距离。顾少，月月这2个字从你口中说出，只会让我恶心。想到曾经2人10几年的相处，比不过一纸血缘鉴定，林月就对他失望透彻。见温叶的车停在不远处，林月果断转身离开，打开车门，系上安全带，动作一气呵成。顾晨看到车里人影相交，仿佛烈日灼心，而林月整个人都呆住了。温叶什么时候松开的都不知道，心里乱成一锅粥。直到温叶出声，想让他死心，这是最好的办法。林月点头附和，见林月还是一脸害羞的模样，温叶便转移话题。妈刚才来电说要过来照顾你。林月心里一跳，想到他现在还在客房睡，而且还有失婚合约，那会不会穿帮啊？要是被妈识破了怎么办？温叶轻轻扫过林月小腹，难道孩子是假的吗？对哦，林月恍然，虽然2人感情生疏，但肚子里确确实实揣着温家的嘴。
回家后，林月便让江怡和佣人搬东西。等东西搬完，林月下楼看到温夫人和江怡交谈的时候，她才反应过来，江怡一直知道他们是分开睡的，那也就是说温夫人也知道。林月狠狠瞪了温叶一眼，这个男人就是故意的。见两人下了楼，温夫人对着林月夸了又夸，才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你看看，我带来了营养师、瑜伽老师，还有你孕后的月子中心也找好了。听得林月一脸惊讶，这还不算完，温夫人又递给她一个锦盒，里面有温家的传家玉镯和一些别墅、店铺的房产证，今天妈妈就把它交给你了。一时间，林月从惊喜到惊吓，这么贵重的东西她不敢收啊，求助的眼神看向温叶。温叶见自家母亲这么大的阵仗，赶紧出面。妈，瞧你把月月吓的，万一再吓到肚子里的崽崽怎么办？一听到自家儿子的话，温夫人立马示意江怡收起来。那就让月月没少的时候慢慢看，不着急不着急。等到所有佣人全部都离开客厅后，温夫人这才小声的说道：送了你点很俗气的东西，别见怪哈。林月只是略微思索了一下，惊得险些昏了过去。金条，那绝对是满满一箱金条，才能被温夫人称之为俗气啊！当初揣着崽崽和温叶签下试婚合约的林月，见到温夫人如此大气，立马凑过去攥住了温夫人的手。妈，这一声妈喊得无比情真意切。妈，你放心，我年轻身体好，我完全可以响应政策生3胎。虽然生育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损伤，但温家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这么优渥的资源，从她怀孕到生，到以后带孩子，她什么都不需要担心，反而只1胎就给了那么多，谁不表忠心，谁是傻子？这下轮到温叶傻眼了，愣了好片刻也没反应过来，事情怎么就发展成了这个样子。晚上有了温夫人的加入，客厅的氛围其乐融融。现在也3个月了，可以对外公布了吧？我这就开始准备起来你俩的订婚宴，把整个荣城圈子里的都请来，热闹热闹。林月看向温叶，见他没反对，随即点头应下。反正他就是要报复林家，所以才会一怀孕就找到温叶，公布温家少奶奶的名头，他是乐于看到的。第二天，林月刚下楼就看到客厅被礼物堆得满满当当。月月，你醒了，来，我给你介绍，这是温叶的表姐南希。林月好半晌才反应过来，惊愕的捂着嘴巴，看向南希的目光也慢慢的从错愕变成崇拜。你是荣大财经系最优秀的毕业生，南希学姐，那可是荣大的传奇人物啊！听闻她大一便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赚到了人生第1桶金，更是以毒辣的眼光投资了好几部网剧，直接让她跻身娱乐圈资本行业。南希走过来，那要不要学姐给你个签名？要，当然要。南希也不客气，直接拿出签字笔看向她，而后林月便拽着自己的衣服，示意南希直接签在衣服上。以后这件衣服她要刮起来当收藏。温叶下楼时看到的便是这一幕，南希和林月两人举止十分亲密的靠在一起，温叶不着痕迹的将林月圈到自己怀中，意识到某人酸了，南希有些嘚瑟的冲他挑眉，怎么吃醋了？石英发现林天海欺骗自己多年，而一直弃若敝履的林月才是他的亲生女儿，顿时后悔莫及，立马拿着多年积蓄和房本逃离了林家。而林月听江怡说池英要见他，想到自己被困林家几年，对方恨不得让自己去死的模样，不见亲生女儿被自己伤得那么深，石英忍着心痛，扭头就去了医院，二话不说，一把就拉起床上的林娇娇，接着一巴掌扇了过去。你这个鸠占鹊巢的小贱人，竟然敢和林天海欺骗我！现在立刻收拾东西滚回去！却没注意到林娇娇悄悄发出去的讯息。而温叶倒是听闻林家的动荡，准备拿着调查到的资料告诉林月，林月似有所感。我怀疑林娇娇不是池英的孩子。温叶闻言眼底闪过一抹笑意，没想到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林月观察力这么敏锐。是的，我原先没告诉你，怕你前3个月不稳。其实你才是池英的亲生女儿，而林天海百般呵护的林娇娇也只是给别人做嫁衣。林月惊得久久回不过神来，而后又大笑出声，真是天道好轮回啊！林天海、池英，你们也会有今天。没事的，都过去了。你如今有我和宝宝呢，无论你想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你。是啊，现在已经从林家离开了，再也不用经历被欺凌的日子，而且肚子里还有他和温叶的宝宝。林月忽的就释然了，而后又抱着温叶大哭起来。温叶满眼心疼，轻抚女孩的背脊，不过心底却在悄悄起了主意。另一边，池英和林娇娇回家之后，林天海就将池英所带的积蓄、房本统统抢过，还将她囚禁，不让她与外界联系。要不是现在还需要池家的帮衬，早就将这娘们踹了，将你妈接过来，咱们一家3口幸福生活。呵呵，好一个现代的陈世美，还好我不是你这种人渣的女儿，等你拿下林家之日，就是你的死期。好的，爸爸，咱们一家3口终于能团圆了。而林月经过温叶的点拨，这才发觉池英这时候回去就是羊入虎口，急忙向池家报信。外公，他现在在林家。说完便不等对面说话，就匆忙挂断电话。虽说池英是他的亲生母亲，可他在林家的后几年都是池英在搓磨他，要他毫无芥蒂的认亲，他做不到，不搭理就是林月现在的状态。等池家带人去救池英的时候，池英没什么大碍，只是被打击的有些憔悴。不过池英倒是将人把林天海的腿打断了一条。而林娇娇眼见事情败露，准备跑路的时候，却被林天海撞见，一怒之下将人卖去灰色地带，让女儿出卖身体去给自己挣钱治腿。林月听到这些事的时候，都已经生下孩子了。林月有些好笑的看向温叶，这些事我都放下了，无论他们变成怎么样，都是自取的。现在啊，我只要咱们一家好好的。我这不是担心你产后抑郁吗？就找了些能让你开心的消息。说着，两人又聊起南希。南希自幼父母双亡，虽然后来事业风生水起，但她一个女孩子，温母总是忍不住担心一个人太辛苦，这些年来总是劝她赶紧找个对象，更是在温叶这个当表弟的都有了孩子后，情况愈演愈烈，让南希不得不强制出差一段时间。